这么快就投胎了？帅兄，我何止没死，我要拿你的命！ 杀狗刘子言，你也有今天。老子从地狱里爬了回来，就是为了今天。逃都逃了，为何还要回到乱世？ 再趟着浑水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从今往后，我甘愿对毒为口。 毕竟，你参与了杀我父亲。你还救了我的命，这辈子还不了了，下辈子还你。
还清了，可答应你的事情，我没有做到。我这一生总被恩仇所困，白头，你不要重蹈覆辙。这世上确实有挺多美的事情，风吹的灯笼，路过的马车，还有小酒铺飘来的酒香。少说几句吧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到底给老板娘讲了什么？她竟然对我笑了。告诉我。我说，有一种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东西，就在你和他之间，是缘分。他笑得真好看，笑得真好看。2条街之外，是你妹妹的院子。我知道，这些年都会有你师妹做个心事，时不时的，我也能知道她是否安好。你再闻，这树都秃了。这是今年的第2封，不要让你多人跑一趟了。只是想知道他每一年都平安，所以这些年来一直给他写信。是，也不是。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有一些可怜。这么多年一直写信，是想让他知道，有人在牵挂着他。如今你也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长安，我也挂念着你。你得让我知道，你每一天都平安。
我又不是瓷娃娃，哪那么容易就磕了碰了的呢？得以防万一。这样吧，假如你以后遇到危险的话，你就放一只纸鸢。我城里可多的是眼线，他们会告诉我的。差点就得手了。我追到严作坊附近就要得手之时，没想到这个时候青衣出现，把他给救了。进了藏兵箱。虎贲成立之初，我父亲就秘密设立了藏兵箱，在长安有隐秘的据点，那里面有足够的粮草和武器。若需撤离，会有专门的手艺人给虎贲制作过锁。地方在哪儿？我可以进去。不用着急，他在里面，一时不会出来。我的目标是覆灭以阎凤山为核心的整个虎贲。没有情报证实阎凤山在藏兵箱，出兵的意义不大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站住！你不认识我，总该认识他吧？都认识，可是将军定的规矩，出入藏兵箱得把金子留下。快点儿！等等，给你买了一些半夏和茯苓，每日熬水喝，治嗓子。哥哥这边。哥哥。到底是谁把老哥哥伤得这么重？一个已经死了的人。蒲、你、川。不过昨晚，他是彻底凉透了。那这背后的人能耐真大呀！连虎贲的妻子都能为之所用。背后的人，恐怕你也认识。我哥的儿子刘志长大了。恐怕他这次回来，他是要给他爹报仇的。老哥哥，此处我不常来，哥哥在此安心服药，继续休养。等我回头叫了郎中，老哥哥便可在此安心养病，把伤养好了。老哥哥想去哪儿，自行离开便是。直到凤山将军再召唤，哥哥再出现即可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安排起我来了？老哥哥多虑了。
是想说，老哥哥安心养伤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就好。那小崽子拐走了飞帝，凤山将军发来命令，他不能死，他死了，飞帝便会下落不明，会误了凤山将军的大业。没那么容易。他身边的人也没那么简单。他身边有能下手的人，已在我掌心了。我们刘家的种没那么好对付。老哥哥，用刀杀人，弟弟远不如你。可是用这儿谋事，你未必如我。回来了啊！来了，先来坐着。好。大将军的书信，选个最尽心的人送出去。是。要快。明白。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从今往后，我甘愿追毒为寇。从前在太学府，你每次被先生责骂，就会抄上林符，好让自己的心里更舒服一些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你不敢用你自己的笔记，要是被有心人发现了，我们就会被盯上。而且阿木是我的书童，书童呢，没有必要写这些。那我该写些什么？
你该写一封家书，就说京中生意渐好，回家还需10日。关于他和他的家人，我说给你听。阿莫是我的书童，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一起上的族学。他的字带着我家的笔法，你给我记好了。以后你写字，凡遇撇折，手笔都要慢一些。他的妻子叫叶明，是个渔家女，为人和善，烧得一手好菜。叶娘给他生了一双儿女，儿子6岁，名为小满；女儿4岁，名为初冬。你们两个慢点跑。阿莫是温厚之人，知我所想，说要尽一份力，我答应了，可都是我的错。他现在本应该在返乡的路上，原地便能到家。他家在湖州城郊的一座小山边，3间木舍，一块不大不小的田地，准备吃饭了啊！好嘞。足够一家用度。他本可以安然无恙地度过一生。阿娘，今天有鸡蛋吃了。可是你把一切都毁了。阿莫，他葬在哪里？你没有资格知道。你再这么不作声的坐着，邻居大婶就该提着棍子出来了。哦，好，我下来。真好看，这什么料子啊？这是？别碰，我正在赶工呢。你要是弄脏了的话，人家是会扣我工钱的。好，我不配，我不碰。你这么看着我，就能把这生米煮成熟饭吗？能。哎，我来煮。吃饭吧。哎。
还真住手了。刘子言回来了。不必担心，他号称是什么虎贲第一杀手，在我看来根本不值一提。昨天晚上我和他交了手，砍了他3刀，前胸后背左肩，差点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了。只可惜，后来让这小子逃了。那你呢？毫发无损。你的衣服怎么破了？我这衣服什么时候破的？我看看。不用不用，男女授受，先吃饭吧。我先前付你的银钱，就当做是昨晚3刀的酬劳，可好？自此，向刘子言报仇的事，你不必再为我舍命了。为什么？我绣一床喜被只能挣100文，绣一身喜服只能挣50文。我就算是再做上10年的针线活，也付不起你杀人的价码。我不要钱。我不要钱。别过来！你为何总跟着我？你很会杀人吗？如你所见，是的。我14岁开始做针线为生，这是我5年里攒下所有的银钱。这是那人的画像，我想雇你杀此人。你为何要杀他？我阿娘是缝衣匠，她每次做好衣服，都会送到客人的府上。那年冬至，阿娘冒着雪把刚做好的大氅送去了刘子言的府上，却被刘子言当作偷听情报的探子。刘子言把阿娘吊死在了家门口。阿娘死的时候，连膝盖都被剜走。这是定金，剩下的我日后必定补上。我杀人不是为了钱。定金嘛，先笑一个。你刚刚那段话是在心疼我吗？担心你。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呀？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一定能够办到。还有，今后别再说价码的事了。你已经付过了。卖菜嘞，过来看
过来看一下。今天菜还挺新鲜的，我今早刚去地里摘的，来看看。我要一颗。姑娘慢走。嗯。不错，这都是我们自己手工编的，可衬你好这个。哎，姑娘，看看纸鸢吗？这多少钱？2文钱。给。哎，谢谢。多挑挑，很新鲜的。假如你以后遇到危险的话，你就放一只纸鸢。我城里可多的是眼线，他们会告诉我的。谢谢大娘。亚里，哎，小青，你怎么不去找你？以后再也不买你家礼了。这丫头，怎么了？今天这是？谢谢姑娘，姑娘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蓑衣，卖蓑衣了，蓑衣。我们去那边，走。你聪明啊，能认出外面是我的人。没人和你说过吗？不必每时每刻都如此惺惺作态。我呀，从小没有父母，在戏班子里被打大的。师傅们跟我们说，人活在世上，站在台上，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都是给人看的。若是有人看得不顺眼了，师傅们就要打我。所以我得时时刻刻注意我的扮相，不管是扮给谁看的。风筝飞走了，你可就走不了了。于大人死的那一晚，你一个时辰都不容我，又怎么会容我2天呢？你没有价值，与你同行的人自有他的价值。只不过是拿我当饵罢了。
啊！你手干嘛呢？把这款批了之后，再把后2瓶的批了，天黑之前检查。有刺客！有刺客呀！在哪儿？你说的刺客就是他呀？啊！瞎嚷嚷什么呀？干你的活！你怎么来了？急急忙忙的，怎么了？白婉她出事儿了。是虎贲，小青回来的时候被跟踪了，他们正在包围院子。啊？不是，那这院子有密道、密室什么的吗？没有。他们来了很多人，目前这里能打的只有我和小青。我闯的祸，我来解决。哎，火，先把墙都给烧了。我出不去，也不会有人来救我。与你，我也无用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怎么能说是浪费呢？可能你还不清楚吧？那个与你同行之人，他已经回到长安了。那你应该更不知道，你和你的小心事虽然有点小伎俩，可他还是被我给盯住了。那个心事只要去一次他住的地方，他的位置便暴露了。
去救人，突围之后去见龙叔。别死！这。 不管你去到哪里，都写信给我，让我知道你每一年都平安。只是想知道他每一年都平安，所以这些年来一直给他写信。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有一些可怜。这么多年一直写信，是想让他知道，有人在牵挂着他。 I miss. 快！哥哥，这件事情无论如何，就靠你了。好，我替你去办，你撑住，撑住，哥哥。 喜欢，欢，坚持住啊！大夫呢？大夫怎么还没来啊？小青赶去知会了，大夫马上就到。什么大夫需要知会？直接把人领过来不就完了吗？欢，快，煮止血汤。我准备拔刀，你来帮我止血。我来。 你行吗？我做不到。走开！你别看我更不行了。都是废物。我来。会有血的。我不怕。
我听说谢大人遇刺就赶紧来了，现在什么情况？啊？谢大人怎么样？二位，这怎么都不说话呀？您给个话。啊？这让我回去，我怎么交差呀？都怪我，要不是我送信出了事儿，今天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刚刚在门口，一直都不敢进去，我怕他。他在信中写过，终此一生，誓报家仇。他早就想好怎么过这一生，倒在哪一步，他都不会怪任何人。别害怕。哥哥他不会倒在这儿的。少爷，少爷在这儿。少爷。 叔叔，叔叔，我腹腔还有一口气，快找大夫！父亲，你别死！父亲，你别走！你别走！ 别走！父亲，我们在哪儿？是叔叔救了我们。少你妹！你妹一定要活下去！父亲！撤！父亲！少你妹！一定要活下去！我亲。师傅，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，答案是我不知道。不知道是，只要他能醒过来，就不会死。这话说，如果他一直不醒来呢？问到点子上了。他伤得太重，失血太多，可能会一直不醒。我调的药他服下了，可以护住心脉。若是醒不来的话，就会老得很慢。我们都死了，老了，变成灰了，他可能才刚刚白头。那不就是长生不醒？差不多吧。他会醒的。他晕倒之前还拜托我一件事情，我知道。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完。
他这样的人，心愿未了，就一定会醒过来。小青，你底下送信的人被盯上了，你也被盯上了，你跟我去查一查吧。自我记事以来，我就一直带着这护身符，虽有过劫难，可是也却平安到了如今。我把它交给你，愿你能度过这次劫。什么意思？将军传信来，他说你犯错了。我想知道，袁凤山认为我错在哪儿了？城破时，你的部下没能带走飞敌，此为其一。飞敌在你侄儿手中，还就不能死。你不顾将军之令，亲自下手不迟，私自的调了那么多人，全然忘记大局，还折损了情谊，自为其二。王明夏没有你的位置了。
伤得很重，我没敢请大夫，只是用了刘家的止血草药。命大，死不了。杏子，什么时候成家了？我也是个30好几的单身汉，有点钱的时候，也不算检点。说起来，这些年，大人还真是很少来看我，更没想到大人会受伤。这一回，是有什么大事吩咐吗？你的车呢？在，我把马车挂靠在集市的车马行里。能出城吗？能，手续齐全。带我出城。大人，我给您包扎的时候，我看您身上带了钩索，还一定要我跟着去吗？你现在是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了。当年你是跟我一起杀了我哥。难道我对他动手，只是为了向大人您纳投名状，好让自己能活下来？穷苦人家的一生，不就为了求活2个字吗？但你要想继续活着，你恐怕就得听我的，我又不会害你，不是吗？我去收车，得2、3日。2日之后，日落之时，延平门西边的巷口，我等你。好。杏子，帮了我这回，咱们2不相欠。等我出了城，永不相见。谢大人。大晚上的劈柴，不嫌吵啊？怎么了？我不就是想着帮帮忙吗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别人的院子，这是人家白婉姑娘的院子，白婉姑娘的柴。这和白婉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说你大晚上劈柴，太吵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谢怀安要拔刀的时候。人家白婉姑娘比你我都冷静，现在她需要人照顾，白婉姑娘比你我都细心，所以我想着劈柴帮帮忙，不像你似的就知道在这。你说，这白婉和谢环是什么关系啊？总之和你没关系，啊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得接班。当然跟我没关系。哎呀，我现在是落难了，但想当年好歹也是个皇族，京都里各门贵胄间大大小小的事我也都知道，甚至有的都在场，譬如。谢环有个妹妹，
这个妹妹满周岁时，有一件贺礼，特别的引人注目，是一个精致的竹雕护身符。昨晚我正好看见。你小点声，你说什么你？你说两船珍珠挺好，公主，哎，洒了！打！我告诉你啊，把这件事情给我烂在肚子里。要是让我听到你在外面乱说，我打断你的腿。哎呀，何安不想让他知道他是刘家人，他说刘家人都命苦。是命苦，还命短。万一他这次没挺过去，要是走了，我还得跑。你放心，华安若真有什么闪失，我第一个让你陪葬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你嘴欠。他不会有事儿的，国师都说了，他能活到83岁呢。国师？哪个国师？就我父皇在位时候的国师啊，岑伟宗。岑伟宗可是有名的相士，所以他说的才准嘛。他什么时候算的命？大概12岁的时候。12岁的时候，华安正在逃亡啊，他哪有时间算命？我12岁的时候，国师给我算的呀。国师说我能活到83岁，那没有谢华安的保护，我能活到83岁吗？那如果我活到了83岁，是不是就是他保护我活到了83岁？所以谢华安也能活到83岁，啊？别担心啦，来。等天一亮，我就去办你交代我的事儿。但我能力有限，你的复仇一环扣一环。要想使者，你得醒过来，自己去办。看什么看？他这里就一个碗。哎呦，这姑娘家还真就是一个茶杯一个碗啊。他没事吧？他没事，还没醒，是我有事要出去一趟。你这个时候出去？小青和我说了，虎贲突袭了你们的院子，闹出挺大动静的。城中的巡逻肯定会更加严密，他们也不会再捣乱。你要是不放心，就让王校尉派人秘密盯着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好，你去办你的事，我去盯着。这面给你吃。要不你吃？可以吃。哎呀，嘿，哎呀，真香。以后你当书童，当厨师。哎，姑娘，过来看一下呀。看看这个，随便看看啊，看这都是好货。多少钱呀？这个挺适合你的，1文钱给你吧。哎，下雨了，走。
些饰品很好看，等雨停了，我想挑一些。好啊，多谢。姑娘真是帮了大忙了。我这些首饰不是金不是玉的，要是淋了雨，就更卖不出去了。举手之劳。不过听你口音，不像是长安人啊。我哪有那福分啊！我跟丈夫都是湖州人，在长安啊做一些小买卖营生。这长安啊，米贵，房钱贵，可不容易了。既然不容易，为何不回湖州啊？我劝过丈夫好些年了，可是他总跟我说，再过些日子吧。再过些日子，过着过着，女儿都6岁了，他也不愿意走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那姑娘，你欠了人命债，自然是走不了的。姑娘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女儿的周子为什么会在你那儿？回去告诉你丈夫，15年前欠的债，现在该还了。等债还清了，你女儿自然会回来。看来这雨没那么快停。父亲，冷吗？再这么冷下去，你就活不了了。我把父亲弄丢了，我本来能救你的，我不想活下去了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就要找个理由活下去。我把妹妹从国师府中接走，出了城，走了70里，到了南尾沟，太冷，太饿，实在走不动了。镇子上没有一盏灯，一盏火，可妹妹和我都想喝一口热汤，我把它藏在路边的草房里，走开了。找到吃的，再回来时，妹妹被一个好心人带走了。他还那么小，跟着我，肯定活不下去。若他不是刘家人，或许还能平安的长大。后来，我藏在南尾沟的芦苇荡里，沉了7年的船，看着他慢慢长大。那家人
对他很好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还能活下去吗？我好累。要不，再坚持一段时间，坚持到明年花开的时候。只是觉得，我儿子值得再看一次花开。花开之后，还可以再等一等。等到看完7月的飞花烟雨，还可以再等一等。等到家人将饭煮熟，等着等着，就平稳地度过一生了。看上去是很好的一生，是苟且的一生。父亲的手好冷。你是被杀死的。我一路追，怎么也追不上那辆马车。现在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捅了很多刀，浑身都是血。这是我看到父亲最后的样子。我身为人子，此生往后，只有复仇二字，才值得我活下去。我不愿你这样，可我愿意。就算付出所有的一切，在所不惜。你要是一直不行怎么办？你不会已经……你要是再废话，就给我出去！他好像说话了，你过来。说什么？他好像在说。我想找阿娘。喝水，他要喝水。啊，我去，我去弄。怎么样？是醒了吗？他刚刚在说话。对，他刚才说要找阿娘，还是要喝水。他是在说我要报仇。哥哥，哥哥，你醒了！喂，终于有人继续保我了。我躺了多久了2天。休息。
说的那件事。放心吧，都安排妥当了，他还没出城。好，他还没有出城，那就还有机会杀了他。杀谁呀？刘子言。他不该活这么久。大人，三卦皆凶。驾！驾！这么晚还出城，给见了死跑活，没办法啊，管爷。这是公函，告诉我。去吧，去吧。哎，多谢管爷。驾！妒火长安这么多年，最终还是要离开。怎么了？啊，撵到石头了。天黑，慢点儿。我要是死了，你就永远不知道你爹最后跟我说的是什么。不重要了，这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了意义。
少爷，我当年真的是迫不得已，我不帮他，我就得死。我如果不捅他那一刀，我家中父母都不得活。是我自私，我懦弱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可如今，我女儿是无辜的，你对我要啥要剐都行，求少爷放我女儿一条生路。你的债还清了，去和家人们团聚吧。谢少爷大恩，谢少爷大恩，谢少爷大恩。闺女，叫爹爹。爹爹，闺女，让你抱抱。爹爹，脸淋湿了。爹爹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你擦擦。我以为你会杀了他。我和那些人不一样。走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回家。回家了。乾盛17年12月初7，路遇刘子温将军尸骸，心戚戚然。我等皆为市井黎民，敬将军之名，重将军之义，合资故错，为将军安葬于此，待后人领。炼平其棺，遍临其穴，以为将军英魂。
原来你在这里。长安城没有忘记你。父亲，儿子还活着，妹妹也还活着。